公司股票大跌后，妻子转头向我提出离婚，以我不配管理公司为由，要我把辛苦经营的公司让给他的白月光。我不怒反笑，直接双手奉上。两人诧异，没想到我会这么轻易就让出来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其实是顾氏集团失散多年的继承人，还是公司最大的投资人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滚吧，这个家你不用待了。说完，赵成拿出一个行李箱朝我丢来。我一脸懵，什么情况？我做了什么？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做了什么错事吗？赵成冷笑，直接拿出照片甩在桌面上，上面是我跟一个中年男子递材料的照片。要不是俊明拍了下来，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他的白月光陈俊明说道。抱歉了，忍哥，还是让程给发现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走上前拉住赵成的手。这件事你先听我解释。其实我话没说完就被赵成打断了，他一把甩开我的手，满脸不屑道：事实就摆在眼前，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你心思不纯，还是把公司让给俊明比较合适，他可比你优秀多了。坐在沙发上的赵成爸妈也数落我：小忍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？是想把我们现在的生活毁掉吗？我们真是捡了一头白眼狼。我茫然地看着他们，心中感到一阵悲凉。16岁时，我被赵成一家在路边捡到并带回了家。当时我只记得自己叫顾忍，其他的事都想不起来了。你既然想不起来，那就留在我们家吧。赵成甜甜地朝我笑着说，那个笑容像一个小太阳，让我毕生难忘。他爸妈看到自家女儿这么喜欢我，就将我留了下来。其实他爸妈收留我的主要原因是看到我的衣着不凡，猜想我可能是大户人家的孩子，于是我就这样成了赵成家的一员。他们一边打听到我父母的消息，一边热情地招待我。结果等了好久，依旧没找到我父母，他们也渐渐没了耐心，对我的态度开始冷漠起来。一道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：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这份股份转让书和离婚协议都签了。我垂眸，看到手上多出的2叠资料，我皱着眉头问：程，你确定吗？说出这话时，心里还在默默祈祷着赵成这话不是真的。可下一秒，他的回答让我心寒。我确定，快把这些签了。你这么卑劣的人，我早就受够你了。心仿佛跌入谷底，像是被一颗石头压着喘不过气。赵成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赵成嗤笑一声，满脸不屑道：我有什么好后悔的？该后悔的是你才对。要不是你做了那些荒唐事，我和你能走到这一步吗？一旁的陈俊明附和道：是啊，忍哥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下一秒，他故作叹息道：忍哥，你要不给程道个歉？程那么善良的一个人，你服软，说不定他就原谅你了。我内心有些许动容，毕竟我和赵成已经相处了8年，说没有感情是假的。正当我想先认错再解释清楚时，坐在沙发上的赵成爸妈打断了我：磨磨唧唧的干什么呢？自己干了龌龊事还想连累我们，当初就该让你流落街头，忘本的贱骨头。说这话时，老两口那张黝黑的脸上仿佛有无穷的怒气在燃烧。我下意识看向赵成，希望他还能像以前一样维护我。可是我错了，他并没有维护我，脸上挂着狡黠的笑，还隐约带着些得意。我心如死灰，内心残留的丝丝情分也被彻底磨灭。以前这个时候，只要他爸妈数落我，听到动静的他会第一时间跑到我跟前维护我。爸妈，你们别说顾忍了，
他很好，也很努力，你们为什么老刁难他？我看着他小小的身躯挡在我面前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心底也因他而泛起阵阵涟漪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跟他会有这一天。我失望地看向赵成，语气淡淡道：“好，我签。”我说完，他的脸上满是得意，看向我的眼神带着鄙夷：“让你签个字而已，哭丧个脸给谁看呢？真晦气！离开后就不要再打扰彼此了，不然俊明会不高兴的。”陈俊明露出一抹胜利者的微笑，但很快就换上一副无辜的面孔。他假意劝道：“忍哥，你要是签了，可就是净身出户，要考虑清楚啊。”他说这话时，默默观察着赵成的脸色。我看着他们，满脸失望地叹了口气。我拿起笔，签上自己名字，不带留恋地转身离开。我打了通电话，不到10分钟，管家开着一辆劳斯莱斯停在我面前。少爷，想通了。我淡淡地嗯了一声，便上了车，扬长而去。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本来打算跟他坦白身份的，没成想竟会发生这样的变故。这些年，赵成的父母要我多照顾他，我也很听话地照做了。毕竟是他们一家收留了我。在日常相处中，我和赵成的感情也在迅速升温。再后来，大学毕业后，我创业成功了，给家里买了新房子，也能给赵成更好的生活条件。我们也顺理成章地结婚了。只可惜，这些年的真心最后都错付了。当他们在门口看到我有豪车接送，赵成爸妈脸上都露出惊讶的神色。顾忍竟然这么有钱吗？竟然还有管家？而赵成则满脸不屑，鄙夷地看着我。这该不会是你雇的人吧？陈俊明捂着嘴，故作惊讶地看向我。忍哥，这车该不会你是为了面子找人演的吧？我看你这车租的也不便宜，怕不是花掉了全部积蓄，值得吗？我看着他，心中不禁冷笑。想当初，陈俊明还是赵成求着我进公司的，要是靠他自己，估计连公司的门都碰不着。起初我是不同意这件事的，可赵成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私自把人招了进来。当我提起这件事时，他总会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他是我们的高中校友，互相帮助一下也没什么。而且我和你都结婚了，难不成你还吃醋啊？”我看着他的笑容，心里还是软了下来。最后也默许了陈俊明进公司这事。刚开始我给陈俊明安排了一些打杂的活，可我却听同事说他经常上班睡觉，还说自己是老板安排进来的，有不一样的特权。还有一次，赵成给他安排了一个300万的项目，可他却搞砸了，但他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，而且赵成还会维护他。我也有跟赵成说过这个问题，可他却说：“你能不能大度一点？不就是一个小项目吗？至于揪着不放，而且他在这里认识的人只有我了，我不帮他，谁帮他？你别这么多疑行不行？这样真的很烦。”现在想来，恐怕在那个时候，赵成和陈俊明就已经在一起了，而我还傻傻的不知道。我刚要上车，陈俊明就走了过来：“忍哥，既然你有钱租车，那你就把这些年在程家生活用的钱都还回来，毕竟伯父伯母养了你好几年也不容易。”他身后的赵成嗤笑道：“俊明，你明知道顾忍他现在是净身出户了，哪里还有钱还？你就别打趣他了，哈哈。”而赵成爸妈可不这么认为，老两口双手环胸，语气咄咄逼人道：“俊明说的不错，你都有钱租这车了，那你肯定还藏有私房钱。我们这些年供你吃喝上学也花了不少，快还钱。”我冷笑：“自打我开公司来，我给他们的钱已经超过了500万，
而他们养我的时候，都是让我吃最差的饭菜。当初还是赵成偷偷留鸡腿给我吃，我这才没有营养不良。可惜当初那个善良的赵成已经不见了。当年赵成爸妈开始对我冷漠后，就经常让我吃他们剩下的骨头，而我只能挑骨头刺边的微小肉块吃。有一次，我看到狗盆里放着一块骨头肉，周围还有许多吃剩的残渣，我就趁狗午睡，偷偷捡起来，用水清洗后再加热来吃。有次被赵成给撞见，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，随后走过来跟我说：“不要再去捡狗吃的了，大不了我每次都偷偷留点给你。”他这话让我心里不由一颤，就好似有一道温暖的光照在我身上，让人心里暖洋洋的。老两口见我不说话，又开始对我冷嘲道：“你可别说有钱租车，却没钱还。要不是我们家当初收留你，你现在恐怕就是路边的乞丐罢了。”赵成看到爸妈要拿回这笔钱，也跟着帮腔道：“是啊，故人，我爸妈说的对，你现在偷偷藏私房钱，还有钱租这么好的车，向你要这些年的辛苦费，不过分吧？”我看着赵成，对他彻底失望。好，那就好好算算我们这些年的债。去年你说要买包包，我向你的银行卡里打了100万。公司赚钱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在市中心给你们买了套别墅，总价值300万。还有之前几人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都心照不宣地看着对方。我们刚才的动静引得不少邻居驻足，听到我的话，他们纷纷开始指责赵成一家。现在看这情况，似乎是那家人既要又要啊！呸！真是贪得无厌，一家子的吸血鬼！什么玩意？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！他们听到周围的人这么说，脸都被气红了。陈俊明恶狠狠地瞪着他们，抬高音量道：“你们懂什么？这人在伯父伯母家白吃白喝了3年，还钱不是应该的吗？”赵成几人看到邻居并没有理会陈俊明的话，脸上的表情更加羞愤了。于是赵成眼神冷厉地看向我，恶狠狠道：“故人，你等着，你会后悔的。”我冷漠地看着他，不想再与他周旋，便轻轻嗯了一声。这下赵成更气了，他黑着个脸，语气不悦道：“故人，你凭什么给我甩脸子？我当初就不该帮你。”一旁的陈俊明安慰道：“成别生气，气坏了身体不值得。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怕是为了演这场戏，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呢。”赵成听到他这样说，脸上愈发愉悦起来。俊明，你说的没错，他现在肯定身无分文了，还在这里装大款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装到何时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直接坐上豪车扬长而去。回到别墅，管家恭敬地对我说：“少爷，今天的事需要告诉老爷吗？”我摆了摆手，表示这些事我会自己解决。我来到房间，疲惫地躺在床上，开始回忆着与赵成的点点滴滴。为什么我会与赵成走到这一步？是因为我不够体贴，还是对他不够好？公司赚钱后，我就算出差也会给他报备自己的行程，连洗头的时候也能及时回复他消息，只为了让他能有安全感。在物质上，我也是尽我所能给他最好的。他说想要一个价值80万的限量款包包，我就特意飞去国外给他买。有次出去吃饭，他随口说了句这菜好吃，我就用空余时间偷偷去把这道菜学会，只为了博他一笑。现在看来，终究是错付了。第二天，老爸举办了一场聚会。这场聚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各个商业名流宣布我的身份，同时也为了给我积攒人脉。可我没想到，竟会在这里遇到赵成和陈俊明。赵成穿着一身蓝色高定礼服裙，
画着精致的妆容，正笑着跟陈俊明说话。而那套礼服是我之前买给他的。我将目光落在陈俊明身上时，瞳孔不由得颤了颤，因为陈俊明手上戴着的手表我再熟悉不过了，那是赵成说过要送我的周年庆礼物。结果礼物没等到，却等来了他把我扫地出门。如今本该属于我的周年礼物出现在了陈俊明手上，真是可笑啊！我们8年的感情终究抵不过一个陈俊明。这时陈俊明发现了我，然后不知道他跟赵成说了什么，他们2人缓缓朝我走来。赵成看到我，满脸得意地说：“故人，没想到你对我这么痴情，都追到这来了。不过就算你为我做到这一步，我和你也绝无可能。”一旁的陈俊明故作惋惜道：“忍哥，我知道你还喜欢程程，但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”我看着他们这一唱一和，皱着眉头表示非常无语。赵成上下打量着我，嗤笑道：“故人，没想到你为了追回我，还去租了一身高定西装来装大款，别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回心转意。哦，对了，你这西装怕不是为了撑场面去借了高利贷吧？毕竟你现在一无所有了呢。”陈俊明也在一旁附和，他轻笑道：“忍哥，高利贷可要少借点，你要是还不起，别到时候引火上身啊！实在不行，我借你点，只要你跪下来向程程磕头认错，只要他开心了，我也许会考虑考虑。”我冷笑，拨打了一通电话：“撤资吧。”我说完这话，2人笑得更大声了。赵成一脸鄙夷，不屑道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？说撤资就撤资？我们公司最大的投资方可是顾家，不要以为你姓顾就是顾家的掌权人了。”陈俊明勾了勾唇，冷笑道：“程程，我觉得忍哥可能是对昨天的事打击太大了，一时间记忆混乱了呢。”下一秒，赵成的电话响了，我这边正式通知你。我将撤销对贵公司的所有资金，按照合同上写的，你们将要赔我1500万。赵成懵了，不解地问道：“顾总，是不是有什么？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电话就响起了嘟嘟嘟的声音。赵成看向我，冷冷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微微一笑，摊了摊手，因为我就是顾家的继承人。刚说完，我就听到赵成那讥讽的笑声：“就你，顾家的继承人，说大话也不怕掉大牙。你要真是顾家的人，那为何还会在我家这么久？”我无奈地笑了笑：“那当然是因为我之前失忆了，最近才想起来的。”谁知我说完这话，赵成的脸上多了几分嫌恶：“顾人，找借口也别找这么拙劣的吧？你当我3岁小孩？”我欲言又止，因为根本说不通。正当他还想要再说什么的时候，我背后响起一道严肃的声音：“好大的口气！我顾家的继承人是你们可以欺负的。”赵成看着老爸，彻底懵了。他不停地摇头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这一定是巧合。”而陈俊明脸上惶恐的神情久久未散，他目光呆滞地看着赵成：“程程，你说他该不会真是顾家的继承人吧？”赵成缓过神来后，恶狠狠地指着我：“一定是你搞的鬼，你肯定有他的把柄。”“对，就是这样。没想到你竟然用这种下作的方式威胁顾总。我劝你让他继续投资我们公司，不然我就把你做的那些龌龊事都抖出去。”一旁的陈俊明故作也跟着指责我：“忍哥，几日不见，你竟变得如此歹毒。”于是赵成见我没有让我爸改变主意的意思，就开始四处散播我的谣言。他的动静引来了不少人围观，众人开始对我指指点点。天哪，这都什么人啊？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我爸轻咳2声，高声道：“借着这个机会，
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最近寻回的儿子顾忍。”众人一惊，随即周围响起阵阵掌声。哇，顾总的儿子真帅啊！有顾总当年的影子，找了这么久，总算是找到了，恭喜啊！一看就是能干大事的孩子。此时的赵成听到我真的是顾氏集团的继承人时，他彻底慌了。他来到我跟前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声音哽咽道：“顾忍，刚才我说的话都是我一时糊涂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复合吧，咱好好的过日子，我再也不闹小脾气了。”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模样，我不由得感到讽刺。以前他仗着有我的宠爱，连凳子上有细微灰尘都要我擦干净，说自己有洁癖，还数落我连这种小事都没发现。而现在他却不顾李群是否会弄脏，且不顾形象地跪在我面前。要是我面前的人还是以前的赵成，我肯定会心疼地扶起他。可印象中的赵成已经找不回来了。我看着他，缓缓伸出手。赵成见状，眼睛里全是欣喜的神情。顾忍，我就知道你……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将他一把甩开。赵成的笑容瞬间僵住，目光呆滞地看着被甩开的手。他反应过来后，又想上前拉住我。我见状，急忙往后面退了退，他扑了个空，直接摔在了地上。陈俊明赶忙上前将赵成扶起。成成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赵成抬头看向我，发现我脸上全是冷漠的表情，他瞬间红了眼眶，声音嘶哑地说：“顾忍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你真要这么绝情吗？”赵成满脸心疼地看着怀里的人，语气愤愤道：“顾忍，你怎么能这样忘恩负义？怎么说，成成之前也是你的妻子，你竟然这样对她？”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听到这，很想为赵成打抱不平，但碍于我的身份，只能小声地议论着：“哎，你们看，没想到顾总的儿子私底下是这样的人，看来以后不好相处啊。”“是啊，对前妻都这样无情，以后想要接触难啊。可惜了，看着挺帅的，还想把女儿介绍给他呢。看来女儿是没这个福分喽。”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轻声道：“儿子，要爸出手帮你摆平不？”我摇头表示不用，这些我能解决，爸你放心吧。随后，我直接拿出我在赵成家这些年用的费用清单，还有我成功后给他们的花钱流水。顿时，四周响起一阵哗然声。我的天，顾总儿子竟然给他们一家买了套别墅！还有他转给前妻那100多万的零花钱，这也太宠了吧！我还听说人家是靠自己白手起家的，做到了几百万的规模，年纪轻轻真是厉害呀！不愧是顾总儿子，原来小顾总的前妻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，真不要脸！陈俊明见状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那眼神恨不得要将我吃了。顾忍，别以为你是顾家的继承人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。你等着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后悔。我爸哪里受得了我这么被羞辱，直接一脚踹在了陈俊明的肩膀上。他吃痛地发出惨叫，瞪着我爸道：“还有你，不就是仗着有几个臭钱吗？你和你儿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刚说完，他脸上就传来火辣辣的痛感。陈俊明不可置信地看着怀里的人，问道：“成成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我是在帮你啊。”赵成无视他，转头又泪眼婆娑地看向我爸：“顾总，我本就是您的儿媳妇，都是因为我被此人教唆，所以才犯下这等糊涂事啊。”陈俊明满脸震惊地看着赵成，目光阴冷道：“成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说的好像你有多无辜似的。”赵成咬牙切齿地看着他，语气愤恨道：“要不是你，我现在可是名正言顺的顾太太了，哪里会落魄成这样？”就这样，
两人不顾形象地吵了起来，最后还是我爸叫保安把他们赶了出去。我回到家，心中不禁感叹：赵成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贪得无厌的？是我给他们家买别墅的时候吗？还是我给他100万买包的时候？那为什么我没发现？难道是因为爱吗？都说在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就算是他想要你的全部，你也愿意为他倾尽所有。又或许因为我一次又一次的纵容，才导致他做什么都肆无忌惮。我刚要休息，门口就传来咚咚的声音。打开门一看，发现是赵成和他爸妈以及陈俊明。他们看到我，赵成爸妈直接瘫坐在地上。陈俊明见状，赶忙举起手机，接着向他们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。随即，两个老人高声道：“哎呦，我们家真是养了一头白眼狼啊！现在富裕了，却不懂得回报。”赵成也瘫坐在地上，声音哽咽地对我说：“故人，你当真不念及一点夫妻情分吗？我们家也是供你上了好几年学，哪样缺过你？”陈俊明也附和道：“要不是当初伯父伯母收留你，你现在都可能被野狗吃了。”我一脸无语，没想到这家人这么不要脸。不多时，我的手机不停地发出提示音，我点开一看，全是网友们的消息，都在后台私信我，说这些不堪入目的话。你的心去哪了？要不是人家当初愿意收养你，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吗？我都听小姐姐说了，你还是他的前夫，要不是他能落得如此下场吗？而你找到亲生父母了，就对原来的妻子不管不顾了，真是让我犯了心。呸！社会败类！陈俊明看到我皱起眉头，嘴角露出得意的笑。故人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当初劝你，你不听，如今变成这局面，也是你活该。随即，赵成嗤笑道：“我们要的不多，只要你赔偿我们300万就好了。”赵成爸妈也附和道：“这还不够，你还要帮我们还清债务，不然这事可别想这么糊弄过去。”我内心一阵无语，原来他们既要又要啊！我心中感到一阵悲凉，原来这一家人是这样的贪得无厌。我沉着脸，冷声呵斥道：“你们再这样闹事，我可要叫保镖赶你们出去了。”而赵成脸上不但不慌，反而全是讥笑。他扬了扬下巴，语气不屑道：“故人，想要我们不纠缠也可以，你只要解决了公司的烂摊子，另外再给我们300万，这事我们就不再追究。”随后，赵成侧头看了眼他爸妈，老两口露出一抹不经意的笑。下一秒，他爸妈立刻扑倒在卧室面前，手死死拉住我的裤脚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顾忍啊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可不能忘本啊！是啊，我们这些年也没少你吃少你穿，现在你富裕了，你可不能不管我呀！”看着他们那狡黠的脸，我心里忽然燃起一团无名火。这些年，我向他们要生活费的时候，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。正当我吃不起饭时，是赵成帮助了我，用他的生活费给我买吃的，救我于水火之中。那会上高3，赵成的生活费是我的3倍，而我手上那点钱根本不够吃饭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在那段灰暗的时光里，是赵成接济了我，所以当我有钱时，我第一时间把钱给他花。而赵成爸妈知道我赚钱后，也经常向我索取。我有拒绝过，但他们会说：“你就当我看在程程的面子上，再给我们最后一次。”我给了，但是有一就有二，后面他们总会以赵成为借口向我要钱。而赵成也对我说自己爸妈是有多不容易，让我多体谅体谅他们。在一次一次的索取中，我对他们也渐渐失望。小忍，你说说话呀，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我垂眸看着他们，心中一阵嫌恶。我刚要甩开他们，
手机却不停地在震动。打开一看，都是给赵成爸妈讨回公道的言论。我快速翻看着留言，眉头微微皱起。这2位老人家收养了你好几年，你不能这样忘本。看你住的地方也是个高档富人区，你不会连这点钱都不给吧？难不成你的心是黑色的？我捏了捏眉心，微微叹了口气。我给你们等着。几人看我同意，脸上都露出得逞的笑。赵成洋洋自得地说：“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非要闹成这样，害我们白跑一趟。”一旁的陈俊明也附和道：“是啊，忍哥，要是早这样做，对大家都好。你可真是糊涂啊！”赵成爸妈松开了我的裤脚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趾高气昂道：“就是，真够不懂事的，白养你这么多年。”我看着他们得意的嘴脸，不怒反笑：“是我的错，你们等我一会，我这就去拿钱。”赵成轻笑一声，语气愉悦道：“算你识相。”当房门再次打开，我直接将手中的250块丢在了地上。钱我已经给了，我跟你们家两不相欠。当几人看到那250，脸上扬起的嘴角瞬间沉了下去。赵成咬牙切齿地指着我，语气愤愤道：“顾忍，你什么意思？存心羞辱我们？”陈俊明见状，义愤填膺地说：“忍哥，你不想还钱可以直说，为什么要这么羞辱人？难道在你眼里，伯父伯母这些年的付出就值250块吗？”此话一出，我的手机里收到了更多提示音，不用看我也猜到这些网友说的是什么。赵成爸妈见状，索性不装了，直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贱骨头！我们辛辛苦苦供你上学，你就是这样对我们的，当初就不该收留你，我们真是瞎了眼了，养你还真不如养只狗。”我看着他们丑陋的嘴脸，真的是被气笑了。我冷笑一声，目光凌厉地盯着他们，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今天真是开了眼了，遇到你们算我倒霉。现在我已经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，快滚，不然我就叫保镖了。要是我的保镖不小心伤到你们，我可不负责。可赵成不但不知悔改，还语气狂妄道：“你要是敢让你的保镖碰我，我就告你们性骚扰。”陈俊明也附和：“忍哥，我劝你三思，你也不想闹到警局吧？”赵成听到这话，心里更有底气了。他摆弄着手上的美甲，洋洋自得道：“我们只是单纯的想要点补偿，你非要闹得这么难看，怪谁？快给钱，别磨磨唧唧的。”我刚要说话，他的手机就响了。赵成一看是我爸打来的电话，他兴奋地握着手机，嘴里不停地呢喃道：“一定是顾总回心转意了，想继续投资我们公司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”当他接通电话时，那头就传出怒骂声：“你们什么时候还钱？再不还钱，就拿你们的别墅抵押！还有你们竟然造谣我儿子，真是死性不改！等着我的律师函吃牢饭吧！”赵成瞬间慌了，而他爸妈也听到了“别墅抵押”这几个字，两人高声道：“这是我们的房子，凭什么要抵押？”我爸不理会他们的话，直接将电话挂断。赵成懵了，他呆呆地愣在原地。我心里不禁冷笑，如今变成这个局面，都是他们咎由自取，真是自作自受。我看着他们，淡淡道：“与其在我这里浪费时间，还不如想想怎么还债。”陈俊明满脸气愤地朝我走来，我还在疑惑他想干什么时，他直接举起拳头向我砸来。我来不及反应，就在这时，我身旁的保镖直接将他给踹倒在地上，他瞬间发出一阵惨叫声。我摊了摊手，轻笑道：“我前面已经提醒你了，是你自己不听，我也没办法。”赵成赶忙上前把他扶起，焦急地说：“俊明，你没事吧？”
陈俊明摇了摇头，自责道：“我没事的，程程，就是帮不了你就回公司了。”赵成心疼地看着他，随即愤恨地瞪着我：“顾忍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绝情？我恨你一辈子！”说完，几人就灰溜溜地离开了。听到他说这话，我内心没有丝毫的波澜，因为我对他早就失望了。后来，他们因为还不起巨额债务，也被法院送进了监狱。我也没有再关注他们的事情，开始专心搞我的事业。我开始接触不同的业界大佬，在商场上也越来越如鱼得水。这天，有几位伯伯走过来跟我说：“小忍啊，你还记得你那个前妻吗？”我眼中闪过一丝不解，但很快就恢复了职业微笑。记得，怎么了？哎呦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听说他和他身边的那个男伴越狱了。天哪，他们怎么做到的？他们出来想做什么？我皱起眉头，他们怎么跑出来了？具体不太清楚，现在警方正在对他们进行搜捕呢。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，但对于这些我也没太在意。我没有再理会他们的事，继续着我的生活。可没想到，他们竟然来到我家附近蹲守我。刚要小区，就听到了赵成的声音。我扭头望去，看到南陈俊明和赵成站在我面前，他们俩浑身脏兮兮的，看到我时猛地向我冲过来，扑通一声的跪倒在地上。我皱了皱眉头，淡淡道：“你们想做什么？”赵成泪眼汪汪的看着我，哽咽开口道：“顾忍，求你，真的求你救救我们吧！我们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你帮我们，我就算睡大街我也愿意。”一旁的陈俊明附和道：“是啊，忍哥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希望能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”我心情复杂地看着他们，冷声道：“赵成，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，是你们自己不珍惜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这时，陈俊明拿着一把小刀向我冲来，嘴里还喃喃道：“既然你不帮，那你下地狱吧。”我扭头一看，他手上那把刀已经离我近在咫尺。正当以为自己要因此丧命时，千钧一发之际，老爸给我安排的私人保镖从暗处现身，直接一个侧身踢将那把刀给踹飞，而陈俊明也跟着倒在了地上。我毫发无损，而他手臂也脱臼了，只能满眼猩红地瞪着我。赵成见状，赶紧忙撇清关系，抱着头不停地说：“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，这都是他一个人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”我看着他们，叹了口气：“你们还是好好去接受劳改吧，别出社会祸害人了。”最后我报警了，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赵成被查出精神有问题，最后只能将他送去警局的精神病人关押处。而陈俊明因为逃狱加故意伤人罪被判无期徒刑。赵成的爸妈似乎也知道后悔了，上门跟我道了歉，就没有再纠缠了。这件事也终于落下了帷幕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